真正出手的是跪在地上的那名满眼畏缩的将领。这位将领不知从何处摸得一把直刀，狂喝一声便往范闲的咽喉上砍了下去，出手破风呼啸，夹着武行武之间练就的铁血气息，着实令人畏惧。而那党萧波却出人意料的一翻身，单掌护在身前，整个人撞破了书房的门，逃到了院中，开始大声地叫喊了起来。范闲冷眼看着迎面而来的那一刀，手指一点，便点在那名将领的手腕之上，左手一翻，掀起身旁的书桌，轻松无比地将沉重的木桌砸了过去。砰的一声闷响，木桌四散，木屑乱飞。范闲于飞屑之间伸手，回来时已经多了一把刀。那名将领头上鲜血横流，满肩碎木，脑袋似乎已经被砸进了双肩之中。垂死的将领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范闲，脑中嗡嗡作响。他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砍出去的一刀只是徒有其事，而原本的内力修为都去了何处呢？恐怕他到了这一刻都不知道自己今天晚上喝的酒大有问题。范闲看也没有看他一眼，只是让跪在地上的另2个人起身，望着吴格飞轻笑说道：你都看见了，本官要审案，胶州水师偏将党萧波知晓罪行败露，在圣上天威之下露出奸邪痕迹，唆使手下将领暴然行凶，意图行刺本官。啰里啰嗦一大堆话，其实只是为了找一个不怎么像样的借口。吴格飞牙齿咯咯作响，怕得根本说不出话来，艰难无比地点着头。范闲满意的点点头，左手一翻，将手中那把刀刺入了那名将领的胸腹之中，鲜血一战，那名将领闷哼一声，死翘翘也。等范闲领着吴格飞与那名面色极为难看的水师将领走出园中时，园中的情势早已不复当初。在党萧波的尖声乱叫与污蔑之中，园中待查的水师将领们都已经聚到了一处，眼中满是警惕与戾气。此时党萧波已经做好了宣传工作，这监察院借势拿人，只怕是要将水师一干将领一网打尽。也有将领纳闷，监察院与军方向来关系良好，虽然官场之中人人都知道监察院是世间最恶心无耻的衙门，可是监察院为什么要对付胶州水师？这对小范大人有什么好处？如果小范大人今天是来夺兵权的，可为什么只带了8个下属？所以有些将领对于党萧波的话只是半信半疑，朝廷因害提督大人这个猜测太过于惊心，但依然从今天夜里的诡异气氛中感到了不寻常。常坤在胶州水师里亲信太多，虽然此时情形未明，已经有几位将领握住了手中的兵器，站到了党萧波的身后。在水师将领们的带动下，原本被缴了械的水师亲兵也聒噪了起来，一步一步地往这边压了过来，情势看上去无比的紧张。偏生范闲不紧张，他冷冷地打量着园中的众人，将眉头一皱，冷声说道：怎么想造反？范闲是监察院全权提司，如今行江南路全权钦差的差事也没有去除，只要京都没有新的旨意过来，不论他身处何地，他所说的话就代表了庆国皇帝的威严。就算是汉如胶州水师，也没有人敢忽视这一点，更何况天下皆知，面前这位年轻俊秀的权贵人物本来就是龙种。水师将领们忍不住偷偷看了一眼党萧波，想看接下来应该怎样处理。党萧波此时屁股已经坐到了老虎的身上，他知道自己如果不反抗，今夜之后一定是残尸一具，可要反抗，他找什么理由呢？是他杀死了长提督。党萧波凄惨地说着，神经质一般地笑着世上哪有这般巧的事情？你范提司一到，咱们家的老将军就无辜惨死。小范大人，你可真够狠的！你无凭无据，妄杀国之主持，我看你日后怎么向朝廷交代！他自然不知道常坤死于范闲之手，只是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这般栽过去，没有想到却反而是契合了事实。范闲看着他平静说道：提督大人之死，你自己最清楚缘由，不过即便那刺客没杀死他，本官也会杀死他。园中一片大哗，水师将领们怒意十足地看着范闲。常坤叛国谋逆，如果不是畏罪自杀，自然是有人想杀他灭口。党偏将，莫非你也参与此事？不然怎会如此害怕，怎会如此口不择言？党萧波此时知道那名将军已经死在了范闲的手上，心中愈发寒冷，咬牙说道：还是那句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此时园内的所有人都已经呆了，而且已经听过陛下密旨的吴格飞与那位水师将军
却是尴尬地站在范闲身后不远处。叛国？提督大人叛国？你要证据，我来问你，3、4月间，水师可曾有一批船队与军士离港1月之久？旁边马上有人想起来了，当时提督大人用的命令是进行近海剿匪全围演习，而那些参与此事的长坤亲信则是面色如土，想到在那座小岛上杀人无数，下意识里便再次望向党偏将。哼，出海剿匪本就是水师应有之义。剿匪？为何一直未曾上报枢密院？那些海盗本就是明家的私军，本官奉旨前往江南调查此事。若不是你们杀人灭口，明家早已亲赴。你们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与朝廷作对！若不是谋逆又是什么？证据？真没证据吗？哼！带去岛上的上千官兵，总嘴巴不严的，总有诚心悔过的。那一支水师部队做了什么？难道就真的没有人记得？你们在岛上搜刮来的金银财宝，想必就是某些人许给你们的红利。你以为你真的就能这么简单就洗干净了？你以为卖出去了，本官就查不到来源？人证我也有，只是你这时候想要吗？党萧波与后方几名长坤亲信将领对了一个眼色，知道不管朝廷有没有证据，反正这位监察院的提司就是为着杀人而来。将心一横，脸上惨笑见胜。总不是一个构陷的老套把戏，那便玉石俱焚吧！兄弟们，监察院杀了长提督，定是要杀我们灭口，跟他拼了！范闲略带一丝笑意看着这一幕，城外一片安静，说明一切尽在掌握之中，不妨多欣赏欣赏。吴知州，朝廷在看着你。吴格飞心头一紧，长坤已死，他又是没有派系的人物，在这个时候当然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站队，只是内心深处依然十分忧患城外的那上万官兵。在胶州水师多年的威压之下，他实在不怎么敢和水师正面冲突。可是看着范闲那温和却压迫感十足的笑容，他终于将心一横，厉声喝道：州军何在？将那些水师的人给我看住！本有些畏惧水师的胶州地方州军，骤听知州大人一声喊，强打精神，将那些蠢蠢欲动的水师亲兵们压制了下去。一番厮斗，刀光对拳锋，倒是州军伤了10几个人，好在人数多，没有出什么乱子。而这边厢，党萧波却已经带着那几名参与东海小岛之事的将领，拔刀往范闲这边冲了过来。不过是你死我活罢了，纵是皇子，付出些代价。这几名水师大将都是血火中浸淫出来的厉害角色，出刀果然迅猛。就算范闲是9品上的强者，也不敢太过小瞧。范闲根本没有出手，只是冷漠地看着那几位将领在自己的身前缓缓倒下。而党萧波此人已经是掠到了吴格飞的身旁，准备将他作为人质。他是清楚，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在范闲面前讨着好。变机之快，心机之深，也确实算个人物。可惜他同几名同党一般，真气一提，便感觉胸间一阵烦闷，整个人的身体都软了下来。不要！党萧波想到传闻中监察院的手段，不由大惊失色，然后一把刀子捅进他的右胸。那股难以抵挡的剧痛让他整个人像虾米一样的弓了起来，瘫软在了吴格飞的身前。吴格飞被党萧波那拼死一搏的气势吓得不轻，双腿也有一些发软。倒刺党萧波的是范闲带入提督府的8名监察院密探之一，一直排在最后一位。这名密探收回带血的短刀，对范闲行了一礼，虽然沉默着，但握着刀柄的双手有些颤抖，不知道是在害怕还是在激动。范闲微微转身，望着脚下眼中满是怨毒之意的党萧波。这位叫做青娃，就是那个东海小岛上唯一活下来的人。他见过你的真面目，他是人证，你活不下来了。党萧波绝望了，心想岛上被梳洗了几遍，怎么可能还有活口？从江南苏州直接转入胶州潜伏的监察院密探青娃再次向范闲行了一礼，眼中微红，退到了吴知州的身后。范闲转过身来，冷漠地看着州军们将那些水师亲兵捆住，轻微地点了点头。城中的事情算是基本搞定了，可城外的事情呢？皇帝陛下派他来胶州，当然不是要他杀死那1万名士兵，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毕竟他不是瞎子叔。清洗水师将领阶层，而且要保证水师的军心稳定，这才是重中之重。就如同在江南一样，身为帝王，总是要求稳定重于一切。